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ebecca。这期节目我们探讨一下大公司、小公司到底进入什么样的公司才是最好的选择呢？其实这期内容主要是聊一个思路，自己选择的时候比较容易一点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做选择，主要是因为知道的信息比较少，或者说看事儿、看问题的时候比较思路没有打开，所以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很纠结，而且也特别怕，我如果选择了 A， 是不是就会后悔？到时候我当初应该选择 B 来着。所以呢，今天就聊一个思路，看看是不是对你有一些帮助。大公司和小公司它各有各的好，只是说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也要有自己的一个侧重。有些时候呢，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吧，你的侧重不一样。有些时候，如果你说我自己是一个单身，然后我没有什么太多负担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工作经验也好，你所经历的这些事情，你要学东西才是你最重要的。但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些家庭负担，或者说你有更多其他所要思考的，或者你生活中有很多其他你需要考虑的部分，那你可能就觉得薪水啊，还是说福利啊、稳定性啊，还有其他方面，你就会觉得那个更重要一点。只是说你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考虑。大公司，我们就说大公司有什么好处，或者小公司有什么好处吧。所以你会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来做出一个选择。大公司的好处就是一个稳定，然后呢，它的薪资福利呢，其实都已经非常成熟了，你不用担心说它一下子明天倒闭了，或者说它明天你的老板有一个新的想法了，然后马上就把这个薪资的结构呀，还是说福利啊、假期啊，全部都砍去啊，还是有什么其他变化，那这一块可能它就会比较少一点。在大公司呢，相对比较稳定。而小公司呢，老板一个人说了算，或者说那个老板的一个小团队说了算。今天可能承诺了一些东西，明天有可能没有办法兑现啊。而且有的时候不是那个小老板他不愿意兑现，而是说他的公司发展的过程中，他也会遇到一些瓶颈，可能现金流有点断裂了。还是说他也有很多他的客户没有付款呀，他没有办法承诺给你，当初你面试的时候跟你说了啊，你有这个你有那个，然后他没有办法兑现。其实不是他不愿意啊，有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的现实情况没有办法。所以小公司有这样的一些比较不太好的地方了，不稳定。但是小公司的一个好处就是，如果你去了一个小公司的话，你自己能够面对很多你就不光是你这一个职位能做的东西吧。因为小公司的话，它人手并没有那么多，它不会把每一个工作都细分到你是做销售的，你是做市场的，还是说你是人力资源的。就是你可能遇到那摊事儿，你的工作本来你是要做市场或者是做销售，然后呢，突然间有你的经理说，哎，我们这个部门需要一个销售，你去负责招聘去吧，你就有可能去插手这方面的事儿。所以在小公司的时候呢，你是一个全面发展，就让你各方面的素质都能够得到一个锻炼，而且是你不经意之间就会让你就是追着你推着你，让你往前去成长。所以在精力这一块绝对是在小公司你能什么都能够面面俱到，你什么都有可能遇到，然后什么都可能自己亲自去做。你真的特别像积累经验，或者说很快速的让自己成长的话，可能在小公司要比大公司还快一点。因为大公司它的各个部门都已经发展的很成熟了。如果你是做销售，你真的是就做销售，他们不会说让你直接跑去人力资源那一块去做招聘，除非就是说你已经做到那个小组长呀，还是说一个经理呀。因为你要招自己的团队的时候，那你可能要作为招聘经理这一块出现，而不是说突然间给你一个任务啊，马上就去做招聘，做其他的事情。这是大公司没有办法给你的。大公司工作特别像流水线上的，你做哪一块你就做哪一块，你是能把那一块练得非常精，你的经验的这个面是比较狭窄的，所以这是在大公司的一些局限了。除非大公司你真的是做了3年还是怎么样，它有一个内部转岗，有这样的一个机会。可是就是在面上你不可能说在小公司那样你摸爬滚打，什么东西你都要独当一面，然后你都能够经历。所以这是大公司可能比较少的一部分。但是大公司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可能在大公司里面能够进入这个大公司，或者所谓的我们说那个好的公司吧，它里面的可能这一块的精英会比较多，你就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些人。但重点还是说这些人愿不愿意去跟你去交流，当然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，他们是不是愿意去跟你分享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接触到这些比较牛的人，或者说跟他们聊这一块的话，其实你还是要自己去动手去实践的，还是什么东西都是自己亲自操作了之后，你才会知道这一块有什么收获，就是远远要比别人教给你的那一部分印象深刻，或者说你学得更快吧。大家在选择大公司也好，小公司也好，一个就是看看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。你是需要一个经验，需要一个更多的经历，然后让自己快速成长，还是说你真的是特别需要就是薪资福利这一块是对你是重点，就是自己掂量一下什么东西在这个阶段是你最需要的。提醒大家一点，你在没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，不管你是通过 HR 也好，还是通过猎头也好，薪资要求的时候，他都会或多或少看到你前一份工作你大概的一个薪水范围。因为在市场上每个公司不管大公司小公司你要一个薪水值，你的期待值的时候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范围的。
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是5000块，然后你到下一个公司的时候，我就要1万块，这种就等于是，你的等于是 double， 就等于是说涨了1倍的薪水。其实在市场上这种不是说没有，而只是说这种比较少见。所以你在考虑一个工作的时候，除了要经历也好，还是说你的薪水也好，你是要全方面的去考虑一下。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小伙伴比较纠结啊，一个公司呢，他可能工作特别好，然后公司也特别好，薪水可能要比另外一个公司要给他大概要低5000或者6000的话，你要想，如果你下一份工作跳跃的时候，有可能你很难说一次涨幅涨到5000或者是6000，除非说你真的是在这个领域里，独一无二，或者说就是市场上非常难挑的。因为为什么人家要选择你呢？除非你真的是很杰出，而且在这个领域很难再找到其他能够代替你的人去做这个职位，不然的话，为什么人家要花一个那么大的涨幅的薪水来招聘你去做这份工作呢？所以大家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啊，也多少就是全部都衡量一下，到底什么东西对你现阶段来说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呢，也是要看一看这个工作到底有没有发展前景。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啊，这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，不是说我或者说其他任何人或者任何导师他都给你一个想法啊，你应该选这个选那个，其实是很难的。在做选择的时候，真的是要全面考虑你自己到底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这就是这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